上一站我是去了万州的天生城，那么今天来到了云阳，就没有理由不游览一下磐石城了。磐石城和天生城非常相似，它也是坐落在城市的最高处，四面都是悬崖峭壁，是一座古代的军事堡垒、天险之城，同样是隐藏着厚重的南宋抗元历史。而就在这山脚下，还有一条世界上最长的城市人字梯，从长江边一直延伸到磐石城，总共是有1999个台阶。除此以外，这里还有中国最早的春联，大家是不是特别想看看是怎样子的呢？那今天就跟随我的脚步，游览这一梯一联一古寨。这里就是磐石城的游客中心了，旁边就是停车场。再往上面看，有坐电梯的地方就是磐石城的前寨门了。那今天我的游览顺序呢，就先逛磐石城，然后再去云顶广场看看中国最早的春联，最后到世界上最长的人字梯走一走。过了游客中心之后呢，这里有一片新建的街区，叫做天上云街。现在呢，就去磐石城的售票处，往这上面走。过了这片街区之后呢，就要开始爬山了。那么来到这个位置可以看到一片非常壮观的景色。彭溪河流到这个位置呢，就和长江汇合了。磐石城现在沿着这边的阶梯继续往上面走。其实磐石城是官方的名字，民间一般叫它磨盘寨。由于它四面都是悬崖，山顶平平整整，像个巨大的石磨盘，所以老百姓都叫它磨盘寨。当然它还有其他名字，比如大石城、石城山。其实在华阳国志里早就记载过了，这里是古代八国曲忍县的大小石城之一。在5300多年前也就是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先民居住了。在这里考古挖出来了1400多件文物，从远古陶器、商周青铜器到宋元兵器、明清建筑，完完整整记录了峡江5000年文明。但真正让它名震天下的，还是南宋抗元那段铁血岁月。在公元1242年，南宋抗元的一位名将于介，在四川修筑山城防御体系，专门用来对付蒙古骑兵。于介这个人在上一期天生城的视频里就有提到过他。蒙古人在平原打仗可以说是无敌了，但是到了山城要塞根本就攻不进来。于介沿着长江、嘉陵江修了一串山城，磐石城是三峡最核心、最坚固的要塞，它和万州天生城、奉节白帝城连在一起，组成三峡抗元防线。古人把天然的悬崖当作城墙，凿岩建门，把天险修成堡垒。这座寨子孤军坚守了整整34年，从南宋淳佑2年一直到南宋末年，梁晋元绝才陷落。古人评价它是夔门之砥柱，川东之保障，意思就是三峡的顶梁柱，川东的护身符。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前寨门，这是磐石城最有气势、最能够代表古代军事智慧的地方了。整座寨门呢，全都是用巨大的长形条石堆砌而成，屹立800年不倒。在寨门的上方呢，有瞭望楼、暗堡、炮位、射击孔，完全保留了南宋时期的军事结构。看一下左边这一块石壁上呢，是刻着3个大字：磐石城，苍劲有力。历经几百年风雨却依然清晰。在右边的石壁上呢，是有一块石碑，这是清代的进士徐转增写的《磐石城记》，详细记录了古寨的历史、地势、功绩，可以说是一份珍贵的史料了。我们仔细来看一下前寨门的上方，这一片区域有好多坑坑洼洼的小洞，相信这些都是以前打仗留下来的弹痕，非常有可能是民国时期的。这个门洞又高又窄，在冷兵器时代真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现在进入寨门，进来之后同样是阶梯，这个门洞呢也是挺深挺高的。走到这个位置回过头来看一下，上面呢是放着一个大鼓，塔楼的上方是站着2个士兵，但是并不妨碍大家在这里看风景。你看这边呢就是云阳新城了。其实整个磐石城呢是被云阳新城
给包围着。你看这边呢也是属于县城的部分。从前寨门上来之后呢，这一边呢相当于是一个瞭望台了，可以在这里望向远方，还可以看到那一边的长江。这边呢就是一个小小的神龛了，而另一边呢就是一座用纯石头打造的房屋，不过现在呢只剩下墙壁了，上面的屋顶没有了。现在进去看看，进来之后还是阶梯，这是后门了。你看在这边呢是有2个射击孔，相信是民国的时候呢为了守城啊，在这里另外挖的2个小孔，刚好对着前寨门。上面这个呢相当于是瞭望孔。登上寨顶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下面是悬崖，寨顶呢是平平整整，绿树成荫，就像是世外桃源。所以说古人筑寨的智慧啊就在这里，天然的悬崖当城墙，山顶平地住人驻军，种田蓄水，自给自足。所以蒙古人打过来的时候呢，才能够坚守34年之久。这上面的视野真的是无敌啊，360度全是风景。长江浩浩荡荡向东流，彭溪河从西边汇入，两江交汇，气势磅礴。整条天下第一梯像一条巨龙，从山顶直通江边。山下就是云阳新城，现代化的都市，高楼林立，远方群山连绵，江风迎面而来，特别舒服。这里是有一条通道，下方啊是有一个建筑，是明清2代的药房遗址。这个药房遗址啊是面阔3间，在里面还出土了盐帛、药碾这样的东西。古人还写了这样一首诗来形容这里：峨峨磐石城，屹立江之许，上通巴渝，下控夔门。站在这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千年以来这里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因为它西连万州，东接夔门，上控巴蜀，下守荆楚，战略位置是真的牛。长江、新城、天梯、古寨、群山全部同框，古今山水、历史文化全部融合在一起。这里是有一个大的模型图，刚刚啊，我们就是从这座前寨门上来。那么这个前寨门呢，它是对着东北的方向。这里呢还有一个南门，南门呢就是偏西南方向了。这上方啊是有很多大型建筑的遗址，我们一个一个来去逛一下。在前寨门的旁边呢，还新修了2部直上直下的电梯。就在这个位置啊，还有一个古炮台遗址，不过下去的这条路呢被堵住了。这里还摆放着一个大炮的模型。来看，这里有一面旗子，上方写着“万里长江第一寨”，指的就是这个磨盘寨了。这下方的风景是真的好啊！这一条呢就是彭溪河了。后来元朝统一了之后呢，战火就平息了，这座军寨慢慢就变成了一座寺庙，从刀光剑影变成了青灯古佛。现在的寺庙地基还有住处都完整的保留了下来，能够想象出当年的样子。后来到了清代，本地有一个涂氏家族啊，掌管了磐石城，在这里建了宗祠。这是三峡本地家族文化、宗族文化、寨堡文化融合的见证。那么考古呢，是把整个院落、厅堂、厢房啊，都给清理出来了，能够看到当年家族居住以及守护古寨的生活痕迹。在狮子的后方啊，是看到有2根断掉的柱子，还有2个住处。相信原来呢，在这里啊，应该是有一座牌坊。那么继续往前走呢，就可以看到有2副石刻。这第一副呢是说理敦诗，它是出自《诗经》，意思呢就是要按照温柔敦厚的精神和古礼的规定来办事。另一边就是行人讲样，意思啊就是要以仁爱为典型，讲求礼让。原词最早是出自《礼记·礼运》。非常可惜的是，整座涂氏祠堂啊，就变成了一片石头地基了。相信这里呢就是第2进院落，上来之后呢就是第3进院落了。看得出来，当年的用料啊是非常的扎实。来看一下这边呢，还雕刻有非常精美的花纹。这里就是第4进院落。
来看一下，这里呢是有一条排水渠呢。其实，在古寨里啊，还有暗道、蓄水池、军需仓库、炮台、营房、排水系统，一整套攻防系统啊，都完全的保留了下来。在这里发现一只猫咪掉到这个水池里面，不过还好，这个水池里面没有水，它好像是上不来。它跳了好几次啊，上不来，那我只能下去救一下它了。它好像有点怕我，又上不来，我得拿一根棍子才行啊。我找了一根很长的竹竿，让它沿着这个竹竿自己爬上来。来，自己上来，就这样子，让它自己爬上来。上来，从这里上来呀！来，抓住，来，哦，来，好，抓住，好，哎，上来了，藏起来了，因为毕竟和我不熟悉，它有点怕我，不过还好，还是把它给救上来了，不然的话，现在太阳这么晒，在下面又没有食物，很快它就会饿死的了。走到这里呢，是看到有一片竹子把里面给围起来了。透过这个大门之后呢，可以看到这里是有一些客房，看样子呢是还没有完工的民宿。这里面还是属于施工的区域，现在呢就沿着下方的阶梯往这边走。走到这里呢，是看到有一个潭华古井，就是这里了。想不到在这么高的山寨上竟然还有古井。你看这边呢还有水池呢，所以说在这上方是可以种植一些农作物。这下方呢就好像是南寨门了，这是后寨门，也就是南寨门的寨楼了。走到另一边来看一下，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座暗堡了，下方是摆设着一架机关枪，还有一个射击孔。这下方呢就是比较暗了。当然这个机关枪呢肯定是复制品了，就是摆来看看的。你看下方的那个射击孔呢是长条形，还是比较窄啊。这座寨楼呢明显是后期新修的了。这里呢也是摆着2架已经锈迹斑斑的机关枪。哇，这个位置相当不错哎，刚好呢是对着彭溪河与长江交汇的地方。那么这里呢看起来河水好像是往这边流，但其实不是彭溪河呢是流到这里，拐了一个弯，跟长江汇流，然后呢是往这边流。这里算是一个凸出来的角了，它们是叫做鹰嘴岩，就是在后寨门的附近。这下方还有一些古建筑哎，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下方的云顶广场。云顶广场正对着的就是全世界最长的城市人字梯了。这里就是下去南寨门的通道了。不过刚刚航拍看到南寨门好像是关着，不知道能否下得去，还是要进来看看。估计这道门呢是关着的了，果然是，里面呢是一片漆黑，而且下面这道门在这里看起来呢明显是有个门栓锁着，锁起来了，确实是没有办法从这里出去。这里有一个望江观景台，在这个地方往下面看云阳新城景色相当的不错。来看一下这里江对面有一座古建筑，那里就是张飞庙，也就是张飞头颅的安葬地。其实原来在这个位置也是有一条梯子可以下去，只不过呢可能是因为太危险了，而且下面的草非常密，所以说现在是关闭了。
那现在呢，只有回到前寨门，也就是电梯那个位置啊，下去，然后从另一边呢走到云顶广场那边去。电梯下行。这个电梯还很新呢。这是云阳新城的另一边。现在是来到磐石城的山脚下了，可以看看这上方的石壁，可以想象一下古代元军啊想要攻城是有多么的难啊！现在沿着这条路往前面走，不远处就是云顶广场了。在那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最早的春联。很多人贴了一辈子的春联，都不知道中国第一副春联啊出自哪里，是谁写的，写的又是什么。古寨代表铁血历史，春联代表千年文脉，一武一文，一古一今，完美呼应，这才是云阳真正的文化底蕴。走到这里啊，就是南寨门的下方了。不过呢，还要继续往下面走。原来这边呢更加适合停房车，因为这里有树荫。我停车的那个停车场呢，树荫啊不是很大，所以说当有太阳的时候就非常的闷热了。这旁边呢还有一块石碑，写着“上岸之城登顶”。我相信很多考公的人啊是很喜欢这2个字。如果想上岸的话呢，不妨啊来这里登一登天下第一梯。从台阶上往下走，我差一点错过了，这就是中国最早的春联，这里写着天下第一联。来看一下是怎么写的。这边呢是写着新年纳余庆，这另一边是写着佳节号长春。就这10个字，对仗工整，寓意吉祥，是中华春联文化的老祖宗。在公元964年除夕，也就是5代后蜀时期，那是一个战火纷飞、朝代频繁更替的乱世。当时的后蜀皇帝孟昶叫人在桃木板上写下了除夕祝福的话，用来替代古代驱邪的桃符。那写下这副千古第一春联的人不是外地人，他是云阳云安人，他的名字叫辛寅逊。他是当时的朝廷翰林学士，因为他写下了这第一副春联，所以被后人称为春联鼻祖、联语之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个乱世的年代他没有写下华丽夸张的话，只写下了最朴素的心愿。新年纳余庆，意思呢就是在新的一年要承接往年的福气，平安顺遂。佳节号长春，就是美好的佳节岁岁常在，山河平安，岁月长久。当时的皇帝一看特别喜欢，就叫人刻在桃木板上，挂在门口。这就是历史上第一副格式完整、正式悬挂、真正意义上的春联。从此，春联就取代了桃符，开启了咱们中国人上千年贴春联、迎新春的文化传统。在正史当中以及云阳县志里都有明确的记载，云阳就是春联文化的发源地。1000年之后，云阳人还特意把这副中华第一春联立在了天下第一梯的最高点磨盘寨的山脚下，有着非常美好的寓意。从千年古寨下来，遇见千年春联，一步下山，一步纳福，一寨保平安，一联祝长春。从乱世的一句祝福，到如今万家灯火贴春联；从云阳先贤的家国心愿，到我们今天的祈福平安，这副春联藏着我们中国人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以及最温暖的文化记忆。好了，中国最早的春联我们就看完了。现在我们就站在天下第一梯的顶端，然后在这边往下看，这条直通长江的大梯子，就是大名鼎鼎的天下第一梯了，也叫登云梯。这条登云梯它的全长是1450米，宽度30米，垂直高度达到了300多米，一共呢是1999个台阶。这个数字不是随便定的，1999级对应的是1999年开工，寓意99登高、99向上、99平安。它整整修了10年，到了2009年才完工。当年三峡大坝蓄水，老县城全部沉入江底，100万移民搬迁，从零开始建新城。这条梯就是云阳移民从一无所有到重新站起来，一步步向上新生的最好见证。
云阳也是因为这条梯子被称为三峡梯城，它是一个以梯出名的峡江城市。登云梯不是普通的楼梯，它是世界上最长的城市人字梯。大家往下看，这条楼梯的下半部分分成左右两边，两边都可以通往长江。从天上往下看，就是一个大大的人字。为什么设计成人形？这里有3层含义。第一，代表云阳人顶天立地、坚韧不拔；第二，代表移民精神、万众一心、团结向上；第三呢，是代表人与自然依山而建、天人合一。当年新城的规划特意把天梯的终点是对准了磨盘寨的南寨门，这不是巧合，而是跨越千年的呼应。很多朋友可能会问，云阳为什么要修这么长的一条梯子？当年老城被江水淹了，新城依山而建，上下落差是有几百米，老百姓出门上山下山特别难。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这条梯子，大家上下山只能走之字形的路，这样要走很长的路。有了这条梯子大家就可以直上直下了。今天我们从千年磐石古寨俯瞰两江，在云顶广场溯源春联文脉，沿万里长江第一梯直抵滨江。一寨藏烽火，一帘载温情，一梯见新生。云阳的厚度在历史沉淀，云阳的温度在文化传承，云阳的高度在向上攀登。不负长江，不负千年，不负前行的每一步。